各位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奸小恶 CK 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徐日梦。今天呢是从夯到拉完了的大排名系列的第2期重置版。本期呢是重骑兵，重骑兵呢伤害极高，价格昂贵，性价比呢比较低，但是因为兵士规模有上限，重骑兵往往是玩家们最终会选择的兵士之一。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我们的拉维环节。第一位重骑兵本兵披甲骑兵，面板数据很不错啊，但是这个很不错呢是基于所有兵士的，放在重骑兵类型里啊那就一般般了。编队实力29.6，中等水平，不利地形影响较大，作为基准放在 NPC 级。第2位铁甲圣骑兵，东罗马帝国专有兵士，所有重骑兵中最出名的，也是名字最酷炫的。这个译名呢其实并不准确啊，但是奈何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互联网是20年前了，实际应用的话就更早了。面板数据来看，伤害只是比标准的披甲骑兵高了25%，组件花费多了60%，维护费也高了很多，似乎是不太值得。但是负面的地形影响啊低了不少，适应性更强一些。而且呢，当我们纵览全局时，可以发现125的伤害是所有重骑兵中最高的，这使得铁甲圣骑兵成为了除护从之外重骑兵的上限天花板。时间上来看呢，披甲骑兵到了900年才能开始研究，而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在867年开局就有了更强的铁甲圣骑兵可以用了，这是什么罕见啊，朋友们！综合评价，按理说呢，应该直接给到夯啊，但是这期啊讲的是重骑兵，铁甲圣骑兵啊还是不太够看，评级给到顶级。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所有重骑兵，乃至于这一期唯一的一位在山地有正面加成的兵士，适应性的天花板。第3位莫纳斯帕，解锁于高加索山区格鲁吉亚文化的传统高加索之狼，在丘陵与山地作战，不仅没有腰斩级别的 debuff， 甚至加伤害加追击。再有就是呢，这个兵士解锁于传统，所以说他也是867年开局就可以用到的，伤害110，比铁甲神骑兵稍微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之物，瑕不掩瑜。这么高的数值，加上这么恐怖的多地形能力啊，几乎没有短板，可以在任何地形作战。这样的宗门天骄啊，我觉得可以直接给到夯。第4位达拉汉军，重骑兵中的一股清流，非常强大，主要解锁于游牧大草原上几乎人人都有的鞍马维加传统。867年剧本的话，与伊朗传承的边疆战士也有解锁。我们来看兵士吧。首先这个面板110的伤害，30的坚韧，和莫纳斯瓦差不多。不利地形的话，只有山地和湿地啊，这个倒是还不错。至于为什么我说它强呢？因为之前啊提到的3位重骑兵都只能克制弓箭手，达拉汉军克制重步兵和重骑兵。虽然说重骑兵是 0.5 倍克制啊，但那也是克制了，对吧？很厉害了。就凭这个克制，评价就可以直接给到夯啊，纯粹的夯，毫无争议的夯。第5位诺曼巨装骑士，这位来自诺曼文化的独有兵士，是所有重骑兵里最便宜的，组件只需要170。之前提到的铁甲圣骑兵、莫纳斯帕、达拉汉军那都要250、260了。面板伤害100，和标准的重骑兵一样，但是坚韧低了10点。克制类型除了弓箭手呢，多了一个轻骑兵的克制啊。好了，接下来说缺点。缺点呢，首先是编队实力太低了，重骑兵里垫底儿。性价比算下来还不如标准的重骑兵，底 buff 也很严重。相比前面几个重骑兵啊，诺曼骑士多了一个严重的丛林地形底 buff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一个西欧的贵族带着骑士打到了西非最南边和南亚次大陆，才有可能遇到丛林地形。话再说回来啊，这个170的花费啊，那是很低，可是性价比还不如披甲骑兵。整体看来的话，也就这么回事儿，所以综合评价只能给到 NPC 了，和披甲骑兵坐一桌吧。第6位游牧枪骑兵，游牧大草原上唯2的重骑兵选择之一。游牧枪骑兵没有什么特殊的点，或者是什么有趣的点。哎，不对，还真有一个有趣的点，游牧枪骑兵它只克制弓箭手啊，这个呢是重骑兵里最常见的形态，但是它是 0.5 倍克制啊，这个呢不要紧。面板120伤害啊，30的坚韧，非常扎眼了。虽然说这个重骑兵啊聊性价比有点蠢，但是游牧枪骑兵确实是除了护从之外性价比最高的，而且是在不考虑游牧整体的牧群减免花费的情况下。综合评价给到夯有点过分，因为游牧枪骑兵没有什么特色，所以评级给到顶级。
第7位，巨装弓骑兵，游牧大草原上重骑兵的另一个选择。虽然名字叫弓骑兵，但实际上类型是重骑兵。特点在于呢，伤害只有90，所有重骑兵里最低的。但是坚韧有52，是除了护从之外重骑兵里最高的，而且高出了很多。克制类型呢也多了一个弓骑兵，真正的驰骋草原必备兵士，与游牧枪骑兵可以并称为卧龙凤雏，得任意一者可以驰骋半壁草原，二者合一可以化身成吉思汗。虽然伤害低，但是坚韧高，综合编队实力排到了除护从之外的第2名综合评价也给到顶级好了。第8位，敕令骑兵，所有重骑兵里面板数值最高的，编队数值除了护从之外第1名。介绍呢也毫不遮掩的说到，法兰系敕令骑兵是重骑兵中的耀眼明珠，享誉世界。虽然说重骑兵该有的不利地形一个没落全部都有，甚至诺曼巨装骑士的丛林不利地形也吃到了，但是这些底 buff 呢相对来说都很低，价格也不算贵，几乎没有明显的缺点与劣势。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敕令骑兵解锁于中世纪晚期的革新，解锁时间非常靠后。那么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虽然解锁时间靠后，但是我解锁之后不就驰骋欧洲了吗？接壤的法兰克尼亚与施拉本在中世纪晚期呢会解锁国土拥捕兵士双倍克制重骑兵。北面的荷兰呢会解锁胡登达赫民兵，45块钱就能克制重骑兵了。届时敕令骑兵的优势其实并没有非常大。再说了，1178年开局都得跑个几十年才能用到，到时候全世界数据都膨胀爆炸了，介于出现的太晚了。而且说实话没有什么特点，面板虽然高，但是也没有高多少，不值得体验，所以综合评价只能给到人上人。第9位，压轴出场的是护从枪骑兵，披甲骑兵的 PRO 加强版只能拥有一个编制，组件花费是披甲骑兵的2倍，400块钱，面板属性与科制也是2倍，编队实力 59.2， 远超第2名敕令骑兵的 35.4，性价比第1名，有利地形基于披甲骑兵的加成翻了个倍，不利地形减成折半，怎么看也是无敌的存在。这个面板怎么看这么无敌？而且伤害和坚韧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不存在部落时期就不值得出或者性价比低的说法。综合评价我觉得可以给到夯。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记得3连关注，我们下期见。